各位好，欢迎回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时间节点千万不要买的5件苹果产品。为什么不要买这些产品呢？因为按照往年的惯例，一般在10月份是苹果的第2场秋季发布会。For our second event in just over a month. 苹果当然会更新一系列产品了。那尽管在今年已经有消息说，而且基本上确定了，苹果不会再召开一场发布会，而是会直接在网站上更新这些新的产品。但是既然有新产品更新，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在现在买某些产品的话，可能过不了几天它们就成为旧产品了，真的是很不值得。那今天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这5款你千万不要在现在买的产品。那第一个就是热度很高的 iPad Pro，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和私信询问这个 iPad Pro 的消息。那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iPad Pro 会在10月份得到更新。一方面是我看到 Mark Gurman 的消息，他说苹果可能在未来的几天就更新这款产品。这款产品的消息也跟之前基本上类似，会得到芯片上 M2 芯片的更新，然后会有新的充电方式，就是无线充电。那背板也会因此变成玻璃背板。然后在屏幕上的话，之前说11英寸会和12.9英寸一样得到 Mini LED， 但是这个消息渐渐就听不到了，所以在今年还是只有12.9英寸会有 Mini LED。除了 Mark Gurman 的消息，另外一方面它极有可能得到更新的原因是，现在的这一代 iPad Pro 已经是历史有史以来 iPad Pro 系列里面自从发布之后待在市场上最长的一款产品了。可以看到这款产品自从发布到今天为止已经533天了，平均 iPad Pro 的这个时间呢是466天，所以已经超过2个多月了。所以真的发布的几率几乎是100%，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 iPad Pro 的话，我劝你还是再忍耐一下，马上就有新款出现了。第二个不要购买的产品也是 iPad 家族的，就是入门版的 iPad。苹果也极有可能在这一次同时更新 iPad 10，尽管说离上一代 iPad 发布到今天才396天，跟它平均580天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天的。但是可以看到，苹果在前2年更新 iPad 的频率基本上是在360到370天，再加上之前也有听到苹果想要更新 iPad 10的相关的消息，包括给它使用上了 Type-C 接口，然后也给了它一个设计上比较大的更新。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买，干嘛不再稍微忍耐一下，多等几天，如果发布了一款新的你再购买，那岂不是更加的划算？那再多聊一些关于这一代 iPad 10的相关消息，除了刚刚提到的会换成 USB-C 的接口，在屏幕上这一次也会从去年的10.2英寸改到10.5英寸，然后用的芯片会是 A14 芯片，也会有5G 的模块。同时刚刚设计上我说会有些更新，那这边的消息也是说这些更新会试着把 iPad 和 iPad mini 6的这个设计给统一起来。也有一些消息源说这次 iPad 10会使用电源的 Touch ID 按钮以及屏幕居中功能。那这些如果是真的话，在我看起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iPad mini 6的大号版本了。如果它的售价还能够得到一个稳定不改变的话，那好像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款非常划算的 iPad 产品了。但是如果真的实现了，那 iPad Air 的定位好像有点尴尬了哟，不知道苹果会怎么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产品就是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是的，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买这2款笔记本电脑。尽管我在以前的视频里说，我觉得苹果应该是不会在今年更新这2款产品，毕竟去年他们才更新了，而且是个大更新。1年的时间又马上更新，好像有点太快了，是不是？但是根据现在 Mark Gurman 给出的最新的消息，苹果在 M2 Pro 和 M2 Max 芯片的研发上进行的非常顺利，所以他相信这2款笔记本很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和大家见面。今年晚些时候，那如果是有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在今年10月份原本第2场发布会了。那所以也就是很有可能是在这一次的线上更新中和大家见面。尽管有Mark Gurman这样比较靠谱的消息来源，但其实我个人的观点，
我还是不太愿意相信苹果会如此密集的更新这么多产品，特别是这次 MacBook Pro 将用上新的 M2 Pro 和 Max 芯片，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为它开一场发布会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有更新的可能性，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着急购买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等一等。等完之后发现确实没有，那你再考虑购买也不算迟。第4个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现在购买的产品就是 Mac Mini。Mac Mini 呢，在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它会得到更新，结果苹果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更新了 Mac Studio 和 Studio Display， 那 Mac Mini 并没有多大的动静。但是在这一次 Mac Mini 很有可能会获得大家之前预期的更新了，就是会给它用上 M2 的芯片。再考虑到这一代离它的发布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704天，远远超过它634天的平均时间，还是很有希望能够看到，因为 M2 芯片也发布了一段时间了，那把它用到 Mac Mini 当中也是挺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了。Mac Mini 我自己是没有使用过，但是我知道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很喜欢它，特别是它的外观，然后再加上它的性能呢，大部分时候也都够用，所以还是一款比较有人关注的产品。那同样在这里，我的建议是等这次更新结束之后，你再考虑购买的事情。这样如果真的发布了新的，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新的收入囊下，岂不是一件好事情？那今天最后这一件不要购买的产品就是 Apple TV。其实 Apple TV 出现在这个列表里面，我自己都挺惊讶的，因为这一代 Apple TV 发布才533天，而它的平均的这个更新时长、更新周期有708天。另外呢，我自己也是去年才买了 Apple TV， 总觉得它还是一件很新的产品，怎么这么快又要更新了？但是现在消息确实是苹果正在准备发布一个新的 Apple TV， 特别是它的遥控器也有可能得到更新。那根据分析师郭明基的消息，苹果在2022年就一直在 Apple TV 的更新上，在发力。他相信 Apple TV 会有一个更高的性价比，因为苹果想要用更低的价格和别的平台的流媒体的这些电视盒子来竞争。还曾经有过留言说 Apple TV 会有一个和 HomePod 的 speaker 结合的这么一个版本。那我自己是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一起结合使用的，使用的体验大部分时候都还不错，特别是因为它的系统以及软件和你的手机以及别的苹果产品都匹配得很好，所以在使用起来就很方便。特别是你可以用自己的 iPhone 来操纵 Apple TV， 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你找不到遥控器，你知道人都很懒嘛，躺在沙发里面，然后遥控器又不在手边，你又不想去拿，这时候用手机掏出来就可以操控，毕竟手机不离手，所以用手机操控就都很方便，所以使用的体验还是很不错。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购买 Apple TV 的话，也建议你稍微再忍耐一下，等一下，等这次产品更新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做出自己决定是否要购买最新款的产品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款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节点购买的苹果产品。希望能够对正在考虑购买某些其中产品的你有一点点的帮助。千万不要在错误的时机下手，到时候1周后、2周后自己追悔莫及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